皮特最近找了个新乐子，在地下室里盯着洗衣机的滚筒看，脑补出一幕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伦理大戏。路易斯忽然急匆匆地赶来打断他，说他的妹妹要生了，渣男却抛弃了他。路易斯决定去妹妹家看望。皮特听说小姨子家的按摩浴缸很大，当即表示要跟着一起去，还说不管路易斯去哪儿，他都绝对不离不弃。路易斯想想上回被人抢劫，皮特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算了，莫提往事，努力向前吧。临走前，路易斯将3个娃托付给倭瓜男照顾。倭瓜男虽然感情经历超级丰富，但从没跟任何一个女人瓜熟蒂落过，所以根本不知道咋照顾小孩，只好给他们讲那些夜总会里的黄段子，听得3个娃大眼瞪小眼。另一边，路易斯安慰妹妹要看开点，男人靠不住就要靠自己，孩子将成为他生命里最重要的那道光。妹妹沮丧地说，孩子一长大也会飞，就像她那8任前夫一样，他最后注定要孤独终老。路易斯忙着开导妹妹时，皮特就像小孩进了玩具城堡，在小姨子家好一顿胡闹，砸了别人的灯，划了别人的车，还崩坏了别人的衣服。小姨子气得直接就要生了，不巧路易斯去上厕所，皮特让小姨子再忍忍，不能惯坏小孩，严厉的教育要从胎盘抓起。倭瓜男家里开启了派对，一直觉得很无聊的梅根3人顿时都来了劲儿。倭瓜男表演了他同时泡3个妞的绝活，饺子给1票妹子们弹奏儿童钢琴，弹着弹着就牵着一个妹子的手往卧室跑。与此同时，皮特飙着飞车往医院赶，小姨子疼得死去活来，他还不忘在路边餐厅停下买汉堡。路易斯火冒3丈，说求求你做个人吧，这边要生了。皮特一想，哦对，那再点个儿童套餐。3人飞奔进了医院，医生掏手套的时候，不知道哪个天杀的在里面错放了麻醉针，当场把他麻翻。接生的任务只好落到皮特头上，皮特像拔萝卜一样，一咬牙一使劲儿，扑通一声出来个男婴。看着新生儿可爱的模样，皮特忽然冒出来了生第4胎的想法。路易斯也觉得这主意不错，反正他们已经有3个孩子了，养娃经验非常丰富，之前剩下的育儿用品都能再利用。克瑞斯翻看育儿日记，得知父母为安全套有破损，还跟商家打过官司，他的出生就来源于这场意外。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意外，毕竟家里忽然多出个弟弟或妹妹，可是一件很大的事儿。饺子对此反应最大，他认为邪恶的路易斯已经识破了他的反抗计划，所以打算生一个孩子来取代他。为了保证自己的家庭地位，饺子向上天发誓，阻止路易斯怀孕计划开始了。当天晚上，小布又搬到饺子的卧室里睡觉，他意识到这是爸妈要开始造娃了，立即冲进去又跳又叫，说自己做了噩梦，要跟爹地妈咪挤着睡。有孩子在场，路易斯只好拒绝了皮特的进一步动作，皮特只好闷闷不乐的去睡觉。转天，皮特开始提前制作婴儿椅，朋友们得知他要生4胎后，纷纷给他送育儿礼。饺子趁着没人时溜进爸妈的卧室，涂上口红在皮特的衣服上乱亲，想陷害老爸有外遇。可惜运气不好，当场就被路易斯给逮个正着。没过多久，皮特和路易斯又钻进卧室，饺子心说这对老夫老妻精力真他妈旺盛，累得他团团转。他一怒之下搬出自己的秘密武器皮特 T800，他操纵机器皮特麻烦了老爸，闯进卧室冲着路易斯破口大骂，把路易斯的情调都变成了愤怒。克瑞斯和梅根又在打架，机械皮特喝令2人滚去车库和防冻剂，不料争吵之前被装飞去了窗外，机械皮特直接爆飞。路易斯对孩子们的胡闹行为忍无可忍，命令他们都老实的待在自己的卧室里，明天之前都不许出来。当晚2口子吃着烛光晚餐，花前月下的时候，饺子动用了自己的究极秘密武器，他模仿黄蜂女变小钻进皮特的体内，开着战斗机直奔蛋蛋所在，去射杀那些小蝌蚪。小蝌蚪们不肯束手待毙，在隧道里与入侵战斗机展开了激战，惨烈程度请参考《黑客帝国》。饺子将小蝌蚪机场轰炸成废墟后，迎面撞上了最后一名强敌，双方用光了弹药，于是将战斗机相接，在舱内展开了肉搏。饺子要用玻璃碎片杀死敌人时，那人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杀死红头发的女魔鬼。饺子心想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况且他这位未出生的弟弟还是刺杀路易斯的同道中人，双方不打不相识，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。饺子决定等弟弟出生就和他联手做掉路易斯。战斗机内忽然警报声大作，显示燃料不足，他必须在2分钟之内逃出皮特体内。可是来路很长，原路返回根本来不及。弟弟让饺子别慌，他知道一条近路。他们先在皮特体内播放怀旧金曲，听到老爸热泪盈眶。随即弟弟亲自驾驶战斗机，顺着眼泪将饺子放出了皮特体内。这一回饺子的心态完全变了，他反而希望爸爸妈妈早点把弟弟生出来，毕竟弟弟的竞争对手全被他干掉了。不料路易斯忽然觉得他和皮特难得有机会花前月下，如果再生一个，那岂不是更没时间2人世界了？所以这第4胎还是不要了。皮特心说，
这箭在弦上了，你给我说这个？没奈何，他只好跑去厕所自摸了一把。饺子听着马桶抽水声，大喊：“不，弟弟！”他扑上去揪着皮特打，骂他是杀弟凶手。不过他忽然看到皮特的眼睛里有泪光闪烁，不由得转怒为喜。哈哈，不愧是他的弟弟，居然逃出来了。他笑到一半，忽然又惊慌起来，逃出来了，妈的又怎么长大？爱栽弟弟，痛栽弟弟。这天，皮特一家去逛动物园，小布虽然跟别人谈笑风生，好像人模人样，但望着满地乱溜达的小母狗，却忍不住体内躁动的兽性，偷偷猥亵别人家。回家以后，皮特显得非常烦恼，连打牌赢钱都笑不出来了。这倒不是因为小布在外给他丢人了，而是因为不久他要去拜访岳父岳母，老丈人一直不喜欢他，每回都变着花样戏弄羞辱他。朋友们建议他摸清岳父的喜好，对症下药。皮特觉得这个法子好，一想岳父肯定是喜欢有钱人，于是从报刊厅拿了本《纽约客》通读3天，又去报了个成人教育班学习法语，还到博物馆欣赏艺术品。临出发那天，皮特和路易斯撞见小布躲在厕所里自摸，小布羞得无地自容，坦言自己最近臊得慌，看来是发情期到了。路易斯便带着他一起回娘家，说是让小布透透气散散心。回到娘家后，皮特狂吹岳父的彩虹屁，被老头拿烟头烫也陪着笑脸，死皮赖脸的跟着岳父去参加乡村俱乐部，结果喝大了，当众裸奔。岳父气得牙都快咬碎了，跑到路易斯面前大骂皮特是头蠢猪。路易斯有心让俩人和解，于是提议让他们去打牌，固执的老头死活不答应。路易斯便用给妈妈介绍帅哥来要挟，害怕被戴绿帽子的老头只好答应了。另外，小布在院子里修身养性的时候，忽然撞见一条身材修长的小母狗，其美貌堪称狗界的貂蝉妲己，看得他两眼发直，走不动道。不久，岳父邀请的牌友都来了，其中一位小胡子号称小赌神，来这个打牌圈子里从未输过钱。眼看岳父又要输了，皮特赶紧来指点他。岳父本来是不信皮特的，但一听到皮特说要是这把输了，他就和路易斯离婚，便立刻跟注，果然赢了小赌神。经过此事之后，岳父对皮特好感倍增，他们很快就混成了狐朋狗友，在外面飙车兜风砸路灯，仿佛回到了那个肆意发疯的青春岁月。过了2天，老丈人带着皮特去看赛狗比赛，他认为自己的狗妲己胜券在握，能够轻易夺得冠军。小布望着狗妲己运动中的倩影，欲火憋得眼睛都红了。最后他失去理智，冲进赛场，将狗妲己扑倒给霍霍了。岳父这回出了大丑，气得踢桌子摔凳子，又开始迁怒皮特。更气人的是，狗妲己竟然怀孕了。小布想要为意外得来的孩子负责，但岳父却发誓要起诉他这个强奸犯，让他永远不能再接近狗妲己。小布痛定思痛，决定打官司夺回抚养权。岳父这次对付小布的决心异常坚定，不管路易斯怎么劝都没用，而且他做了不少准备。律师挖出了小布大量的黑料，以证明小布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酗酒狂。最后关键的一票落到了皮特身上，岳父表示只要皮特帮他控诉小布，就能收获自己的友谊。皮特犹豫再三，对法官说，小布将会是一个最棒的父亲，我要是有他一半好，就能当楷模了。当即展示了自己这个爸爸当得有多混账，有关孩子们的事儿他连个屁都没记住过。法官当即宣布小布可以拥有抚养权，但前提是要被阉割。小布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，宁愿当太监也不肯放弃孩子。岳父为此幸灾乐祸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狗妲己生了，众一瞧大喜，告诉小布他不用被阉割了，因为孩子他爹不是他。这一窝狗崽子都长得像岳父，好家伙，破案了，真是。